你那个学生可靠吧？要是环儿提前知道考题的事被暴露出来，那林家就真的没有再起来的可能了。亲家请放心吧，左安怀很可靠，而且他有些事儿我还是了解的。陈玉石了然，这是有把柄在亲家的手上。环儿受了刺激，可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亲家放心，左安怀拿来的考题我都进行了拆分，就算环儿觉得相似，也只会以为那是巧合罢了。林兄啊，这步棋太险了呀。亲家，我如今只有这么个孙儿了，几个儿子都已命丧北地，我如何能不心急啊？荣王府的小世子可有什么奇异之处？林兄怎会问起他？陈御史自然是见过小福宝的，也知道他的容貌。那孩子还真是会长，否则荣亲王认亲可没那么容易。那孩子和先帝长得还真像啊。是啊，皇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这么宽待荣亲王的。亲家，你多说一下那孩子的事儿。林兄该不会也像那些朝臣一样胡猜乱想吧？哼，说什么先皇转世，全是无稽之谈。什么？先皇转世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个传言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来了。沈御史把小福宝的事简要的和林霄说了一下，包括小福宝当初帮着太子教训朝臣的事。林霄越听越觉得有一种熟悉感，这行事作风还真像啊。如今环儿既然是得了3甲同进士，那也是进士，可以谋求一个外任的官。离开京城也好，让他离开京城的流言池语吧。到时候我找一找人，把人安排个好地方，当个知县，也磨练一下那孩子的心智。是啊，环儿被保护得太好了，不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啊。林允环虽然跟着他去了北地，但是他从小展露了读书的天分，林家人也是没有让他劳作，甚至是把他保护得很好，只让他每日读书。是我的教育出了差错，有些事儿啊，也该让那孩子知道了。亲家，你们一家等环儿的官职下来了，你们就尽快离开长安，在外地让环儿尽快成亲生子，好好的沉寂几年，不要再有所行动。林霄点头，这次他也是怕了，要是唯一的孙子疯了，他们林家真的无望了。亲家说的是啊。陈御史和林霄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，就离开了林家。陈御史离开之后，从林家的院墙处就分身离开一人，荣王府。沈妃一家饭后正在做亲子活动，家里的孩子不少，都在宽敞的大厅里。小世子和小福宝都在。小世子正在玩九连环，小福宝则是翘着小脚，头枕在软枕上，姿态也是轻松。小脚也是一摇一晃的，不知道是在想什么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舒展的。铁蛋儿这个大块头一点也不老实，他长得壮实，此时正拿着个小木剑呼呼哈哈的比划着。铁蛋儿比小福宝小几个月，但是长得大还活泼，沈妃还是很喜欢的。他是觉得自家孩子太过老成了，所以就想小铁蛋儿闹一闹仔仔。有了小铁蛋儿活跃气氛，小叶子也时不时的啊几声，让房间里也是非常热闹。沈妃看到孩子们也是满意了，她此时正拿着笔画着滑梯。沈妃完全是把今天的不愉快忘了，她现在想的都是怎么给自家仔仔造个游乐场。徐慧已经把新王府的图纸给沈妃了，沈妃特意选了一个单独的院落，打算给小福宝和他的伙伴们造一个玩耍的地方。小铁蛋耍着耍着没站稳，一下子就栽到了小福宝的身上。铁蛋，你也太重了！哥哥重，哥哥重，哥哥重。小福宝把铁蛋推开，看了沈妃一眼，想让他看看铁蛋这孩子不适合和自己玩。但是沈妃只是扫了一眼，啥话也没说。铁蛋，到姨姨这里来，有桂花糕哟。啊，
沈飞给铁蛋儿擦了一下他嘴角的碎屑，然后又揉了一下他的脑袋。小福宝见状也跑了过来，张开嘴巴等着沈飞喂他吃糕点。沈飞觉得好笑，塞了一块点心给他。小福宝满意了。这时候徐慧轻轻地敲门。进来。徐总管有什么事？徐慧看了一眼小福宝，斟酌怎么开口。娘亲，徐慧是找我的，我有事先出去啦。沈飞心想，你个小不点儿，真是比我这个母亲都忙了。走吧。小福宝离开之后，沈飞看着剩下的孩子，感觉自家崽崽确实像唐志玲说的那样，比同龄小孩早会的不是一点半点儿。但崽崽有时候还会争宠，也是个小孩。沈飞摸着下巴沉思，看来他得多注意一下子了。怎么样？人已经回来了，有重大发现。走，去看看。小福宝想到现在的宅子也是闭塞了的很，王府那边修缮也要加快动作，我希望快点搬进去。是，我再加一些人手。小福宝点了一下头，率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。没办法，这时候他也不敢去唐志玲的书房，毕竟大晚上的，那人还在书房没出来。王爷怎么一直在书房没出来？小福宝可不认为唐志玲这个点儿会刻苦学习。王爷似乎在写请辞的折子。小福宝想起来，他听娘亲提过唐志玲辞职失败了。小福宝一下子觉得皇上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他好了。小福宝也在心里琢磨着，到底什么样的职位适合唐志玲，既让她能胜任，又不能让她太闲了。自从唐志玲暗中观察小福宝之后，他就决定了必须要给唐志玲找点活干。但屯田司的活确实不是一个亲王干的，有点上不得台面。属下参见世子。你的名号是？主子，属下是莫巴。这名字还真像王八。莫巴，有什么收获？都谁去了林家？属下只发现了陈御史。哦，只有他一人？礼部的左安怀没去？小福宝也是想起来，如今礼部尚书左安怀是林霄的学生呢。林霄曾经2次作为主考官，那2届算下来学生还是不少的呢。小福宝的心里有些沉重，暗中藏着的人总有人是林霄的同伙。左尚书没去，但属下听到林霄亲口承认，给了林玉环泄露了考题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小福宝看林玉环卷子的时候就觉得里面的策论见解独到，有深意，这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以达到的。要是林霄曾经把题目掰开了揉碎了给林玉环讲解，那么他在电视上大放异彩，也不愧让皇上连连称赞。是，属下亲耳听到，而且左大人似乎有把柄在林霄身上。小福宝也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把柄能让左安怀为了林霄冒这么大的险？按理说左安怀已经是3品大员，做到了礼部尚书，林霄现在也就是个庶民，犯不着为了他科举舞弊。派几个人盯着左安怀，查一查有什么猫腻。是，主子。徐慧这时候问道：世子大人，陈御史不用查一下吗？他和凌霄毕竟是亲家呀。不用管他，那就是块臭石头，但是个有脑子的，查他没用。皇上都喜欢在臣子家安插眼线，先皇也是，安排在陈御史家的完全没用上，他盯了10多年，啥事儿都找不着。陈御史确实是这样，他每天都盯着别人的小辫子，得着机会就找人不痛快。朝廷上和他作对，等着揪住他痛脚的人也不少，但是毫无收获。陈御史虽然是3品御史，但家里贫寒，也不贪赃枉法，家里人管束的也严厉，你想找他的痛脚还真的很困难。陈御史和林霄2人，小福宝更相信陈御史的人品和眼界。重点查左安怀。是。莫巴离开之后，小福宝开口道：给皇上送个消息，让荣亲王去礼部，官职就选个礼部司郎中。徐慧心中有疑惑，但没有问出来。礼部的礼部司是主管礼仪和文化教育的，荣亲王的底子好像是不太合适吧。和徐慧有同样疑问的就是皇上了，他看到小福宝的纸条，狠狠地抽了一下嘴角。偏心，太偏心了，那小子啥基础不知道吗？竟然还让他去管礼部。太子见到皇上拿着纸条不说话。父皇，福宝弟弟说什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太子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也诧异了。
让六叔去礼部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太子也不是瞧不起唐之灵，而是了解唐之灵肚子里有多少货。让一个肚子里没啥墨水的人去礼部任职选拔人才，这完全是闹着玩的吧？他可真是个好爹呀，这么为老六考虑。父皇，你准备答应吗？小六当了礼部司的郎中也是遭罪，他去了那边也会有人不服他。朕给他换个司，到主客司吧，还是从五品的郎中。主客司主要是招待一些外来使臣，那些人都没什么文化。小六去了，正好能和人家聊得来。也行。主要是太子也不相信唐之灵在礼部司能选出来真正的人才。翌日，唐之灵换好了官服，再次去上职了。他怀里揣着请辞的折子去的，谁料竟然接到了升官的圣旨，而且还换到了礼部。礼部可是比工部好的部门，历朝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礼部，毕竟是要选拔人才、发展教育的地方，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。哎呀，荣亲王，恭喜恭喜了！荣亲王，礼部可是个好地方啊，走，我带你过去。贾尚书现在也是得捧着唐之灵，因为他孙女被放出来了，打听之后才知道是荣亲王妃给说了情。贾尚书非常感激，他本来以为孙女最好的情况也是得流放呢，现在孙女已经被接回了家里，他的心病也没了。贾尚书亲自领着唐之灵去礼部，可是非常给唐之灵面子的，这让礼部尚书左安怀心里打了一个突。他目光复杂地看着唐之灵。荣亲王，以后还请左尚书多多关照。左大人，荣亲王可是很有能力的，在我们工部可是做出了一番成绩的，到了你们礼部可不能埋没了他呀。左安怀虽然讨厌手底下来了这么一尊大佛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好在这人去的是主客司，不是礼部司，接触不到礼部核心的事务。而且现在大禹朝正在和周围邻居打仗，也没有需要外交的，把这个草包安排到主客司也算是合理。左尚书热情地接待了唐之灵和贾尚书，最后把唐之灵送到了主客司。唐之灵来礼部任职，有2个3品大员亲自接待护送，也是长足了面子。但主客司的人实在是少，除了郎中之外就剩下员外郎1人了，还不像是别的司，除了2位大人之外，还有主事、书令、书令使、掌故等。而主客司的员外郎还是唐之灵认识的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新鲜出炉的荣亲王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当是谁呢？差点忘了，你这个猪大鼻子也在这里任职。你怎能还如此称呼我？不是你刚才阴阳我的吗？朱坤鹏是广安侯世子，是主客司的员外郎。这人和唐之灵从小就认识，毕竟都是京城上层圈子里的人。哎，荣亲王，你是不是得罪皇上了？没有，是你想多了。你在屯天司的时候，手底下好歹有人让你管着，在这里很抱歉没有了。你不是人？嘿，那你就想多了，你以为我会听你的？要是小爷待得不爽了，小爷就回家。唐之灵没心情计较朱坤鹏一口一个小爷的，他也是在斟酌自己是哪里得罪了皇上。也不是主客司不好，只是他这次升职完全是明升暗降啊。哎，来到主客司也挺好的，特别适合咱们这样的人，非常自在的，每天闲得很。哼，我和你可不是一类人。哎，你就别狡辩了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在屯天司有个枪手，专门给你写折子用的。这不，我爹知道了也给我找了一个，我从那以后可是轻松多了。你真是帮了我大忙。现在咱俩在一个部门了，嘿嘿，晚上我请你去喝花酒。醉春楼新来了一个小娘子，长得老标致了，咱们一起去耍耍。免了，我可不去。哎，你这就不给面子了？我听说你已经有3个娃娃了，还不敢上青楼啊？我下职之后是要回家的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惧内呀？难道那个小寡妇就那么厉害，让你成亲到现在还没玩够？唐之灵这下子是真的生气了，直接一拳就照着朱坤鹏的脸砸去。你丫的，你竟然来真的，我和你没完！你嘴巴是吃大粪的吗？我的王妃也是你随便能辱骂的？于是2人就这么在主客司打了起来，屋子里乒乒乓乓的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。等知道是主客司的2位打起来之后，立即就报给了左安怀。左安怀这段日子总是心中惴惴不安，总觉得之前做的事情没那么妥当，
特别是皇上突然把林允环降为3甲同进士，就让左安怀心中疑虑，更是担心他暗中给林家开后门的消息暴露了。在这期间，皇上的亲弟弟荣亲王又来了礼部，着实是有些可疑。左安怀正在沉思，被打扰，很不高兴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大人，主客司的2位大人打起来了。主客司是冷门，也只有2位大人，还都是俩草包，他们怎么会打起来？走，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唐老三，你作弊！哎呦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朱大鼻子，你还以为我一直能被你打了啊？今天我就教你个乖！哼！唐之陵想到从前被朱坤鹏打，心里的火气更大了，又是捶了一拳。哎，别总打脸！礼部众官员一张看戏脸。得了，这俩货从前就有仇。左安怀见唐之陵这样，莫名的就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他是想多了，皇上就算疑心他，也不会派这么个草包来的。你们2人住手！唐之陵转头就看到了一群人站在门口，他有些尴尬，放开了朱坤鹏。尚书大人，你们2人是怎么回事？竟然在礼部打架！官员们看到2人也觉得好笑，他们礼部是主管天下礼仪、祭享、供举之政令的地方，如今2名官员在上职期间公然打架，也是无法无天。荣亲王、朱世子，你们和我去陛下面前说道吧。左安怀虽然是长官，但也要顾及到2人背后的势力，小的好惩罚，但是老的就没那么容易了，要是招惹了他，或许都要吃瓜烙。于是左尚书带着2个闹事的人去了勤政殿。此时勤政殿里，前任幽州王楚敬怀正在和皇上哭穷，顺便问问为什么给他换封地。皇兄，臣弟在幽州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换到单州啊？皇上心想，这我哪知道啊，这是你爹的意思，问我也没用啊。哎呀，我的皇兄啊，这单州都没有王府，去了单州还需要重建，还不如留在幽州呢。幽州这次战乱也损伤严重，你不是和朕说没有银两吗？换到了单州岂不是更好？这时候冯保进来禀报道：皇上，左尚书来了。哦，快行，左尚书应该是来和朕商讨国事。皇上早就不想应付这个便宜弟弟了，就想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忙。然而让皇上失望了，左尚书不是来和他商量国事的，而是带着2个鼻青脸肿的年轻人进来的。启禀皇上，主客司的郎中荣亲王和员外郎朱世子打起来了，还请皇上定夺。皇上直接是无语住了。皇上尴尬地看了一眼楚敬怀，这脸打的。楚敬怀似笑非笑地看着皇上，还在想看看他有什么借口。皇兄就是太偏心了，他进京之后就听说了，皇兄不仅允许老六留在长安赏赐宅子，竟然还让他去礼部任职了。可是老六怎么样？打脸了吧？第1天上职就打架，还是在礼部，多有意思！这笑话够笑1年的了。荣亲王，你说说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还不等唐之陵开口，朱坤鹏先跪了下来。启禀皇上，是臣和荣亲王闹着玩的，我们俩就是好久没见了。朱坤鹏伤得最严重，整张脸都青紫了。反观唐之陵，也只有眼睛那里青紫了一些，其他部分还好。2人一看就是朱坤鹏伤得重，而现在苦主朱坤鹏不计较了，让皇上很满意。唐之陵轻哼一声，不说话。朱坤鹏向唐之陵挤眉弄眼。唐之陵见他那惨样，还有他也不想把朱坤鹏骂沈妃的话再学一遍，就点头道：臣弟和朱世子从前认识，我们是闹着玩的，对吧？是的，皇上，我俩从小就认识。左尚书见皇上有大事化小的意思，就开口道：陛下，荣亲王第1天上职就打架，对礼部的名声有碍呀。皇上深深地看了一眼左安怀，这人和小六什么时候不对付了？他本想着轻轻地接过去，现在不罚是不行了。荣亲王、朱坤鹏，那就罚你们2人3个月的俸禄，你们可服气啊？臣遵旨。2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意思。左尚书想搞他们，这是他俩都感受到的。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楚敬怀可不放过唐之陵。皇兄，臣弟这次来京城啊，是想接回世子的。
臣弟听说世子一直在六弟府上。哦，那荣亲王你先留下吧。于是左尚书就带着朱坤鹏离开了勤政殿。朱坤鹏也是这时候意识到，唐之陵真不是过去国公府庶子了，他是王爷了，货真价实的王爷。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，不是他可以随意打架的人了。好在那小子还算讲义气，没把他供出来。这顿打就当作是嘴贱的惩罚了。朱坤鹏一瘸一拐地跟着左尚书。左尚书并没有因为皇上轻罚唐之陵而生气，这结果他早就想到了。他是发现皇上对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异常，这让左安怀更放心了。左安怀自认看人很准，就是皇上这人他也是经常琢磨的，所以他相信皇上对他做的事情完全不知情。朱员外郎，你先回家吧，看着一身的伤。谢大人。荣亲王下手也太重了些。左尚书说完这话之后就施施然地走了。朱坤鹏眯缝着双眼看着左安怀的背影，这人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？嘿，现在装什么大尾巴了？我和唐老三不，现在是楚老六了，我们的关系可不是你能懂的。朱坤鹏觉得左尚书不对劲，他一个三品大员还犯不着到他这里挑拨离间呀。不行，他得快点回家问问老爹是咋回事。楚静怀问了好些小世子的问题，唐之陵也不清楚。小世子就在我府上，四哥到时候亲自上府上问问他就清楚了。楚静怀在皇上这里没要到好处，能把儿子接走也不错，至少他儿子不是质子。哎呀，皇兄，臣弟这次去善州，可否接世子一起走啊？皇上被问蒙住了。你的儿子你不自己养着，还想让谁养啊？赶紧接走。谢皇兄。皇上感觉非常的冤枉，他从来没有扣留几个弟弟世子的想法，就算他想，小福宝也不会同意的。于是唐之陵出宫的时候就带上了楚静怀和邓王妃。楚静怀看到这么豪华气派的王府，心里的酸气怎么压都压不下去。我去，六弟，你这王府都快成皇宫了吧？唐之陵也有点傻眼，他从前没有关注过王府的修缮，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招摇了？到底是谁让工匠这么干的？他就算读书少，也知道不能越矩的呀。唐之陵的脸也黑了。四哥，我还真是第一次来。楚静怀一副你猜我信吗的眼神看着唐之陵。哦，那真是奇怪了，到底是哪个下人敢自作主张啊？我也想看看到底是谁。唐之陵说完就气呼呼地往里面走。此时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看着他那缩小版的宫殿。不错不错，徐慧，我非常满意。荣亲王府独自占领了一个方室，里面场地自然很大，里面的布局都是重新改过的。小福宝为了自己有隐秘的空间，王府西侧一大半都被他划分给自己了。就连见客的小议事厅格局都有些类似皇上的勤政殿，就是缩小一些。徐慧见小福宝满意也很高兴，他还是很了解小福宝的喜好的。虽然小福宝从来没和徐慧说过什么，但徐慧自己观察一通下来之后，发现他的主子只是年纪小了，但还是原来那人。可能是求长生成功了，如今这不重新来过了吗？走，去娘亲那边看看。沈妃看到新王府也是咂舌不已，这是他家呀，还真你妈大。花花，你看看，这是咱家呢。往日一向淡定的花花也不淡定了，她也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一切。沈妃抱着花花，看到她惊讶的小模样也是好笑。花花，你总算有点反应了。沈妃选择抱着花花，不是她格外的偏爱这个容貌长得像她的女儿，而是沈妃害怕这个女儿是傻子。双胞胎闺女的差距太大了，小叶子是个闲不下来的主，小嘴儿一直啊啊哇哇的乱叫，你逗她她也会给你反馈。但是花花不一样，慢吞吞的，好多时候都没反应。咱们花花不是小傻子。花花转头和沈妃对视，看了几秒钟之后白了沈妃一眼。沈妃却有些开心，这代表花花懂她的意思。李嬷嬷，花花刚才瞪了我一眼，她能分清好赖话。王妃，老奴从前就说过，咱们花花小姐聪明着呢，就是比较懒罢了。沈妃一想也是，这小丫头还真是懒，不是傻。李嬷嬷，以后还是得多带2个小妞妞出来晒晒太阳吧。
是，老牛记下了。小福宝呢？回王妃，徐总管带着世子去了西院，那边是世子的居所。走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沈妃抱着孩子刚出门，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哭声。沈妃才想起来，除了她儿子，还有个小不点没注意到。小世子呢？哦，简世子在玩小车呢。走，快去看看。沈妃一边走一边嘀咕，得亏这孩子爸妈不在，要不然他就解释不清楚了。楚清怀本来以为外面就很华丽了，他还以为唐志玲胆大包天的用上5爪金龙，后来仔细的数了一下，发现是4爪的。楚清怀在心里想着，他单州的新王府也按照这个规格来。等他进来之后就不敢这么想了，他吃惊的看着王府的窗户。等会儿，刘弟，你这窗户是怎么回事啊？唐志玲也发现了自己房子里的窗户不是窗户纸，而全都是玻璃，非常大块的玻璃。她在沈妃的空间见过实验室的玻璃，没多意外，但是现在在她的王府竟然全换上了玻璃。楚清怀快走几步来到窗户前，伸手摸那玻璃，滑滑的，还能从玻璃外面看到里面的摆设。我去，奢侈，太奢侈了。楚清怀心里酸得不要不要的。皇兄也太偏心了吧，给你的王府竟然如此的华丽，而且这琉璃都是这么大一块的。哎呀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琉璃啊。唐志玲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，她能说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楚清怀整个人像是个乡巴佬在前院转悠起来，等看到1人多高的穿衣镜，整个人都破防了。皇兄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，你还和我哭穷，我看他就是偏心。这穿衣镜我从前只在太后的宫里见过，还是弗朗基上人带过来的。皇兄他竟然给了六弟你，我这唐志玲看着有些疯癫的楚清怀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也没觉得全身的穿衣镜有多好啊。四哥，你要是喜欢这个穿衣镜，我可以送给你啊。六弟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哦，那个等威啊，咱们走的时候别忘了把镜子带走啊。是王爷。楚清怀羡慕地看了一眼窗户上的玻璃，哎呀，这些都带不走啊，可惜了。段王妃跟在后面，她此时正拿着帕子挡着脸。刚刚她家王爷也太丢脸了，好在荣王府还在修缮，府中的下人少，要不然呢，这脸都没地方搁了。哎呀，六弟啊，你这琉璃是真不错。你看啊，从屋子外面往里看，真的是清清楚楚啊，这阳光还能透进来呢。楚清怀对荣王府喜欢的不得了，恨不得把唐志玲一家请出去，他们家搬进来。谁说不是呢？啊，四哥，这是玻璃，不是琉璃。琉璃都是小块和带颜色的。楚清怀曾经也是偷偷搞过贸易的人，他眼珠子一转，走进唐志玲，一副哥俩好的样子。六弟，咱们是亲兄弟吧？唐志玲挑眉，觉得这家伙有点贪呢。都送个镜子了，难道还想把他的玻璃给抠下来？可以不是，不是你，六弟，你四哥呢也不是个贪得无厌之人。你看你这玻璃都装上了，我也不会抠走的，对吧？你就把这制造玻璃的方子给我呗。哈，你不贪谁贪？竟然还要方子？